当地时间周一，美国纠集北约、欧盟、英国、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等一众盟友就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美国及其盟友的做法是此地无银300两，这也显示台湾牌、香港牌、新疆牌通通不灵了。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说漏了嘴，称这是要开辟针对中国的新的紧张领域。不过说起网络安全记录，美国自己才真的是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美国政府周一发公告，联合其欧洲和亚太盟友共同指责中国国家安全部雇用黑客对美国和多个盟国的私营企业等机构实施网络攻击，包括通过勒索等谋取经济利益。同一天，美国3个政府部门发布的一份报告罗列了所谓中国黑客经常使用的超过50种策略、技术和方式。那么，其实2016年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很少去指责中国，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个跟美国对等的这种网络攻击的这个能力和实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指责俄罗斯很多。那么这些年来，其实把矛头呢一会儿切换到俄罗斯，一会儿切换到中国，其实是服务美国的一种这个内部的政治需要，包括它的外交需要。所以网络攻击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那么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其实更多的折射出的是它的一种不自信的状态，一种这个内心缺乏安全感的这样一种状态。针对美国的无端指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一小部分国家代表不了国际社会，抹黑他人，洗白不了自己。中方再次强烈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停止针对中国的网络窃密和攻击，停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撤销所谓起诉。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的网络安全和自身利益。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时，应有完整、充分证据。将有关网络攻击与一国政府相关联，更应慎之又慎。美方发布的所谓技术细节，并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赵立坚表示，美国的窃听对象既包括竞争对手，也包括自身盟友。美国的欧洲盟友对美国利用丹麦情报机构合作监听其领导人等行径轻描淡写，却对中国网络攻击捕风捉影，大动干戈，这与其一贯宣称的战略自主自相矛盾。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网络攻击组织 APT-C39曾对中国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关键领域进行了长达11年的网络渗透攻击。观察指出，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方纠集一众盟友炮制涉华假消息，然后以此攻击中国，手法越发卑劣。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的这一政治遗产，有过之而无不及。先前，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操弄过多项议题，包括以所谓人权为由干预涉疆、涉港议题，还借所谓新冠溯源议题大搞防疫政治化，无一例外都遭遇失败。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去年西方媒体还多次炒作所谓中国黑客窃取美国、欧盟甚至印度的新冠疫苗数据的假消息，但在中国疫苗获得巨大成功后，这些假消息都不攻自破。美国政府在今年以来也尝试了很多的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围剿，但是成效并不好。这一轮网络攻击呢，应该是美国政府开辟的一个新战场。那么这个议题能存续多久，我们不好说，这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立场的判断，也取决于拜登政府希望下一阶段把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引。但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看待中美关系，而不是说跟美国纠缠于这些美国不断开辟的具体的新的议题、新的战场。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直言，网络安全议题是美国和北约、欧盟、英国、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一道开辟的中国之间一个新的紧张领域。中国驻挪威、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使馆及驻欧盟使团对相关国家及组织抹黑中国的行为进行了驳斥。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报告，2020年共有位于境外约5.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531万台主机，控制规模排前3位的控制服务器均来自北约成员国。北约屡屡无端指责中国图谋假借网络攻击等问题实现区域和领域突破，我们对这一动向表示高度关注。外界注意到，周一
一，美国司法部在加州圣迭戈市一家联邦法院起诉4名中国公民，称他们以黑客行为窃取商业情报。美国司法部声称这4人是中国地方政府公务员或者所谓官方联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萨·莫纳科还声称，这些攻击提醒美国没有一个国家或行业是安全的。很多的这个黑客行动，它发起，它其实是要运用多个不同的账户，在世界不同的地区走不同的 IP 地址，所以你没法去 locate 一个具体的方位，说它是来自于哪个国家，这是第一。那么第二，这2年来，这个美国很多公司说自己遭受了黑客攻击，但事实上，它的这种攻击行为是一种商业目的的，是金融勒索的行为。美国政府把这些问题呢全部泛政治化，来指责俄罗斯政府、中国政府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政府，是一种把网络攻击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的方法。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指控指向了今年3月发生的针对微软公司邮件服务器的黑客攻击事件。美国科技媒体苹果内幕曝光，微软实际上今年1月份就发现了相关漏洞，但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直到3月份，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微软才紧急推出了108个补丁进行补救，其中4个是高危级。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有微软工程师表示，很可能是内部员工在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过程中泄露了软件源代码，导致了致命的漏洞被黑客发现。但其后微软公关部门又妄称，漏洞遭到黑客攻击与所谓中国政府在境外运营的实体有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回应称，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的特点。网络攻击溯源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将网络攻击直接与政府相关联，更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中方希望有关媒体和企业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在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基于充分证据，而不是无端猜测指责。微软在其中所犯下的这个承担的责任确实是不可推辞，因为这个后门程序恰恰是通过微软的一个软件植入的，这么长的时间，那么都没有得到这个相关方面的重视，没有有效解决，这说明微软方面的这个软件问题确实非常大。那我也看到一些听证会，微软确实是在刻意的把责任往外推。那么美国政府方面呢，也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微软公司多年来在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方面的信誉一直欠佳，而这一状况与美国政府向其所拿卡要用户隐私信息脱不了干系。6月30号，微软公司副总裁伯特在美国会众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透露，美执法部门过去5年每年向微软签发2400至3500份保密令，以获取其用户数据，未受到美国法院有效监管。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事实一再证明，逼迫企业开设后门，违规获取用户数据的恰恰是美国自己。有网络安全专家就指出，微软以每天6次到9次不等的极高频率将用户隐私泄露给美国政府，看起来是在做白宫的乖孩子，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会对美国国防部等对隐私保护有极高要求的客户造成心理阴影。事实一再表明，美国政府才是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长期以来，美国运用其强大的技术能力，无孔不入地监控本国和各国人民，窃取各类数据，侵犯各种隐私。911之后，美国出台的爱国者法案要求美国网络公司定期提供用户信息，多国强烈抗议。去年12月，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表示，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的法国网站事先未经访问者允许就将他们浏览网页时储存的数据保存下来，且未说明其用途，违反法国有关规定。此前，爱尔兰方面曾要求脸书公司停止向美国传输欧盟用户数据。更令美国的盟友难以忍受的是，美国无视他们的国家安全，长期对盟友进行监听。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揭开了棱镜门的冰山一角。今年5月30号，丹麦广播公司曝光该国国防部情报局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国通过丹麦的情报单位监控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在内的多名政要，还包括法国、瑞典和挪威等国的高官。斯诺登指控美国总统拜登和此事脱不了关系。美国最愿意在这个国际社会上来办这种网络安全卫士，当这个世界警察。从这个冷战之后，那么美国和英国签订通信协定，到后期的五眼联盟，再到这个梯队计划，美国一直是网络攻击的一个最早的发起者和最大的受益方。特别是2013年这个斯诺登曝光了棱镜计划以后，我们发现其实全世界都在美国的监控之下。所以我们现在看美国来指责中国网络攻击，其实是最典型的这个做贼的来喊抓贼。
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纠集多国造谣中国网络攻击，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主持人好，我想呢有3个目的，一呢是秀，美国呢图的是秀恩爱、秀团结，以便呢给世界一种欧美等西方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对抗中国。拜登的欧洲行结束以后，给人了一种欧美联手了，美国回来的感觉。但是很快呢，就显露出欧美之间的分歧呢依然存在，没有实现美国的期望。国务卿布林肯又跑了一趟欧洲，访问了与美国有分歧的4个国家，包括欧盟3巨头德国、法国、意大利。那么现在呢，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中国网络攻击来表达同一个立场，就是秀恩爱、秀团结。遇到具体的利益，欧美间的分歧呢还会显现。有西方媒体嘲讽说呀，这个美国呢在制造发任意球的效果，只是呢向观众展示美国和盟国站成一排了，但是不看足球，不防球。二呢是美国纠集盟友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理的指责，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抹黑和打压，企图造出一种美国呢与盟国已经联手对付中国的迹象，以便呢让别的国家站队，期望呢成为欧美的支持者。3呢是恶人先告状，美国呢不仅对中国等竞争者进行网络攻击，也对自己的盟友进行监控，通过对中国的大肆造谣和污蔑来降低人们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关注力，减少盟友对自己的不信任感。我觉得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一句话呢，真是一针见血，抹黑他人，洗白不了自己。最近的美国其实也是动作频频，从香港营商危险论到网络攻击造谣，都给人越来越不讲理的感觉。那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按照美国《纽约时报》的说法，美国现在呢有点失魂落魄，特别呢是伊拉克、阿富汗2场战争以溃败而终结以后，美国人对自己以及其全球角色呢失去了信念，就像一个被炮轰的投弹者，对自己坚信的事情不再有信心。左派的人呢，荒谬又可笑地认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地球上最后的希望。那么右派的人呢，专注于修墙，已经放弃了与世界其他地方互动的想法，甚至觉得没有必要。于是呢，这拜登政府呢，要充当所谓民主捍卫者的角色，不分青红皂白地拉起民主联盟，要与他们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抗争。也就是呢，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就成了他们主要的对手。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美国认为啊，对其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所以呢，就出现了拜登教条。拜登教条是什么呢？我认为呢是胸怀世界，放眼中国。那么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呢，封面就是拜登戴着他喜欢的墨镜，而2个镜片上呢，则是中国国旗。他呢一门心思要抗拒中国，大有呢要么美国失败，要么中国崛起的固执的念头。于是呢，也便出现了分钟必反的非理性的政策，甚至为了诋毁中国，不惜造谣中伤。从他无厘头调查这个病毒溯源，再到对香港营商环境和法治风险的劝告，那么再到这个捕风捉影、编造中国网络攻击，都显现出呢拜登政府要与中国死磕的架势。这死磕争斗当然呢就不讲理了，而是讲利，力量的利。美国舆论中呢还有一些说法也是超出常人的一个想象，比如说呢，把中美对抗说成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这都是这个匪夷所思。美国呢有点病态，也可能呢以此为借口制裁中国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呢，中国还得理性的应对，对于美国的各种挑衅和胡搅蛮缠，还得一一回应。这个剿灭了幻觉，这真相呢就自然出现了。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